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譚松韻自行剪了頭髮，許凱因此取消了原定與譚松韻的拍攝安排。一場剪髮風波撕開了娛樂圈最溫柔也最殘酷的一角，譚松韻與許凱的信任裂痕。在這個以光影編織夢境的娛樂圈裡，最容易被忽略的，往往不是劇本，不是真金白銀的投資，而是那些被默默寄託在角色與角色之間的信任。而這一次，所有的矛盾與爭議，卻因為一把剪刀，被推到了聚光燈之下。譚松韻，那個被觀眾稱為內娛治癒系代表的女孩；許凱，始終以專業、自律、克制著稱的當紅男演員，原本被寄予厚望的一次合作，卻在一夜之間變成了輿論場上的風暴中心。從最合適的他到最無法繼續的他，這部尚未官宣卻早已在業內流傳許久的古裝大制作，被視為許凱近年最重要的一次轉型之作。為了這個角色，他推掉其他項目，提前數月進入訓練狀態。武術、騎射、台詞、禮儀，一項不落。而女主角的人選，據多位業內人士透露，並非偶然，是許凱主動提出，希望由譚松韻來出演。雙引號，理由很簡單，卻也極具分量。她的氣質，她的外形，尤其是那一頭長髮，正是角色設定中溫柔、堅韌、具有古典氣息的具象化呈現。一位參與前期籌備的工作人員曾私下感嘆，這個角色幾乎是圍繞着他的形象來長出來的。雙引號。然而，正是在這樣被寄予厚望的背景下，譚松韻卻在未與劇組溝通的情況下剪去了長髮。一張照片引爆了整個輿論場。新髮型，新開始。雙引號。這本是一句再普通不過的社交媒體文案，可當照片中的譚松韻以利落的短髮示人時，評論區卻瞬間失控，粉絲愣住了，路人疑惑了，而劇組則徹底慌了。很快，消息被層層放大，他的合約中明確寫有拍攝期間不得擅自更改髮型的條款，違約金數以百萬計。更致命的是，這不是一部可以隨意用假髮解決的作品。導演以真實感著稱，曾在試妝階段否定過所有假髮方案，只為保留鏡頭中最細膩的情緒流動。許凱的拒絕不是任性，而是原則。許凱的態度被部分網友解讀為過於強硬，但更多了解內情的人卻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評價。一位接近他的朋友透露，他不是因為外形變化而生氣，而是因為事前沒有任何溝通。雙引號。在許凱看來，這已經不是美學問題，而是職業底線。他所認定的是一個完整的項目，一套完整的創作共識。而當這個共識被單方面打破，他無法假裝一切如常。有網友在微博上寫道，他拒絕的不是譚松韻，而是一個已經面目全非的故事。雙引號。譚松韻溫柔背後的沉默與爭議。一直以來，譚松韻都被視為最好相處的女演員之一，不炒作，不對立，不制造話題。也正因如此，這次的剪髮事件才顯得格外反差。支持她的聲音同樣洶湧，她只是剪了頭髮，不是犯了錯。女性不該被外形綁架，這不是封建時代。雙引號。但反對者也毫不留情。合約不是擺設，敬業不是口號，是責任。自由不等於不顧他人。雙引號。在這場爭論中，譚松韻始終保持沉默，沒有解釋，沒有辯解，也沒有賣慘。而這種沉默反而讓外界更加矛盾。他究竟是在承受，還是在逃避？一場風波映照出整個行業的裂縫。這並不只是兩位演員之間的分歧，
它更像是一面鏡子，照出了娛樂圈長期存在的張力。個人意志 vs 工業體系，演員自主權 vs 項目完整性。有業內人士冷靜指出，當你簽下合同的那一刻，自由就已經被重新定義了。雙引號。但也有人反問，當創作變成控制，藝術是否還剩下溫度？雙引號。也許最遺憾的不是解約，而是錯過。無論最終結果如何，這次合作或許都很難再回到最初的狀態。有人替徐凱惋惜，一個精心準備的角色被迫中斷；也有人替譚松韻心疼，一個選擇被無限放大解讀。但更多觀眾感到的卻是遺憾。如果他們能好好溝通，是否一切都會不同？正如一條高讚評論所說，娛樂圈最難修復的，從來不是髮型，而是信任。雙引號。如果換一個角度，這場風波是否本可以避免？在所有情緒逐漸沉澱之後，越來越多理性的聲音開始出現。不少網友回看整件事時提出一個關鍵問題：如果在剪髮之前，譚松韻能不能先和劇組和徐凱溝通？雙引號。一條被轉發上萬次的評論寫道：不是不能剪，而是不能不說。尊重不是犧牲自由，而是給彼此一個準備的機會。雙引號。這句話像一根細針，輕輕扎中了事件的核心。娛樂圈從來不是一個只講感情的地方，它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系統。而在這個系統裡，溝通本身就是職業素養的一部分。徐凱的冷靜其實是一種極致的克制。在輿論最洶湧的時候，徐凱沒有發聲，沒有微博長文，沒有採訪回應，甚至沒有任何情緒宣洩。但正是這種沉默，讓部分業內人士對他的態度有了新的理解。一位合作過的導演評價道：徐凱不是那種會在公開場合撕破臉的人，他選擇用行動表達立場。雙引號。在那場持續3個多小時的內部會議中，他並未大吵大鬧，只是清晰地陳述了一句話：這已經不是我當初答應出演的那個作品了。雙引號。這不是情緒化的拒絕，而是一種對創作承諾的堅持。譚松韻的選擇，自我還是代價？相比之下，譚松韻的處境更加複雜。她剪掉長髮的那一刻，或許只是想給自己一個輕鬆的改變，但站在公眾視角，這個行為卻被賦予了太多意義。有人認為，她是在用行動反抗被過度約束的行業規則。也有人認為，他低估了這次決定的連鎖反應。一位資深娛樂博主寫道：譚松韻的問題不在於剪髮，而在於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站在一個需要提前說明的位置上。雙引號。溫柔並不等於沒有責任，善意也不能替代職業判斷。輿論為何會如此撕裂？這場爭議之所以持續發酵，很大程度上源於它觸碰了2個極端敏感的話題：一是女性身體自主權，二是高薪職業的契約精神。支持譚松韻的一方強調，它不是商品，不應該被頭髮定義。雙引號。而支持徐凱與劇組的一方則反駁，他不是普通上班族，而是簽下千萬合約的職業演員。雙引號。兩種立場都沒有錯，卻彼此難以說服。正如一位網友所言，這不是黑白問題，而是一道灰色地帶的選擇題。雙引號。如果真的換角，誰才是最大的輸家？從目前流出的信息來看，劇組已開始接觸其他一線女演員，但幾乎所有業內人都清楚，換角意味着推翻重來。美術、服裝、人物關係、宣傳物料，甚至劇本情感重心，都將被迫調整。一位制片人私下感慨，這不是換一個人那麼簡單，
而是整個故事的靈魂都要重構。雙引號。而徐凱也將再次站在是否繼續等待的十字路口。時間成本、形象風險、創作熱情，每一項都在消耗。觀眾最不甘心的是那份未曾開始的化學反應。在 CP 粉眼中，這場風波更像是一場未拍先散的遺憾。不少人翻出兩人過往活動中的互動片段，評論區滿是惋惜。他們本來真的很適合，如果拍出來一定很好看，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？雙引號。這種遺憾並非盲目站隊，而是源於觀眾對好故事的本能渴望。也許真正的問題不在剪刀，而在系統。當情緒退潮，冷靜復盤這場風波，越來越多人開始將視線投向更大的背景。演員是否被過度控制？合約是否缺乏彈性？創作是否應該給人留出人性空間？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，但他們正在通過這次事件被迫浮出水面。結尾沒有贏家的風波，只有被放大的選擇。如果說這場風波教會了什麼，或許是一個看似簡單卻被反覆忽略的道理：在娛樂圈，任何個人選擇都會被放大成公共事件。譚松韻或許只是想換一種狀態，徐凱只是想守住一次承諾。他們都沒有惡意，卻在現實規則的夾縫中走向了對立面。而真正令人唏噓的，不是頭髮會不會再長，而是那次本該發生的合作，可能再也回不來了。結語：這一刀剪斷的或許不只是長髮，而是一次本可以溫柔展開的合作。譚松韻與徐凱，誰都不是反派，他們只是站在了行業規則的兩端，而觀眾也只能在故事之外，看着一場尚未開拍便已落幕的劇。